陛下，签吧，快签吧，再不签就快来不及了。签什么？当然是签割让西凉给突厥的训书啊！再送出北洋公主和亲，处死那些主张抗击突厥、造成战事的罪魁祸首啊！只要陛下签了，一切都有父亲大人替您摆平。大卫还是那个国泰民安的大卫。你穿越了，前世的你正在和清纯校花甜蜜双排，突然天空一声巨响，你就失去了所有意识。再次醒来，你却发现自己身穿龙袍，端坐在龙椅上，旁边侍奉着个肤白貌美大长腿，胸前好像顶着2个大篮球的妖艳女子。思索片刻，你猛地从蔡妃手中扯过圣旨一看，心中顿时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。割让西凉，拱手让给一人，还要送公主去和亲，这是堂堂华夏皇帝能干出来的事。陛下，别看了，快签吧，这是现在唯一能拯救大卫的办法了。我签你大爷，又不是傻子。你华夏热血青年的气血上涌，反手就是一个大鼻兜，把眼前这个魅惑自己的女人抽倒在地。她捂着红肿的俏脸，美眸震惊，一脸的不可置信地看着你。想让我割让土地送公主和亲，做梦去吧！周围人都被你这一举动给吓到了。从前你对待蔡妃是大气都不敢喘的，今天居然打了她。完了，陛下不会是疯了吧？看样子像，不然他怎么敢打蔡妃？他爹可是左丞相啊！蔡妃缓缓爬起来，她天生媚骨，身段诱人如妖孽，脚踝雪白如玉，堪称极品。但此刻的她嘴角红肿，有些狼狈，眼里透着阴沉和怨恨。陛下，这圣旨和条约你到底签还是不签？这丧权辱国的条约，朕不签。我汉人终其一朝，不和亲，不纳贡，不割地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全场为之一振，这还是原来那个废物皇帝吗？你竟有如此魄力，就连蔡妃心中也在翻江倒海。你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！好，你不签是吧？那就别怪我了。来人！他迅速给身后的带刀侍卫一个眼神，后者拿刀逐渐向你逼近。你看着这些侍卫不断向你靠近，不禁后背一凉，果断向后退。你们这些狗奴才想干什么？10几个侍卫被你这么一喊，竟能在原地不敢往前。我想干什么？陛下敬酒不吃罚酒，当然是送你这个窝囊废上西天了。你的人已经被我牵制在宫外，就别想着会有人来救你了。看着这些侍卫，你真是被气笑了。妈的，皇宫之中一个后妃竟然敢谋反！陛下今日签下条约后，醉酒吐血，太医救治不及，留下遗言，任宰相蔡春为摄政王，而后驾崩，本宫为证，记住了吗？文娘娘，记住了。这件人是要明着篡位的。这原主的皇帝当的也太窝囊了，你没想到你旁边竟然一个忠臣都没有。你不甘心自己刚穿越过来就要憋屈死，你不甘地咬了咬牙，一丝冷汗从额头滑落。突然侍卫发难，手持钢刀高高举起，想要一刀劈下你的人头。操！老子就算是死也要喷你一口血！叶无天抄起身旁的花瓶就要搏杀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把飞剑破门而入，寒芒一闪，直取叛军首级。你瞪大双眼，就这么看着这无头尸身倒下。谁？大胆妖妇，竟敢弑君！究竟是谁给你的胆子？门外一个女人缓缓走来，随着苏宁星走入，你的眼睛在她身上就没下来过。哪怕两世为人，你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，这腿，这脸，简直逆天了。苏宁熙，怎么可能是你？你听到这3字，脑海中的记忆碎片如潮水一般涌现。苏宁星，天下第一高手，也是你已故母后的结拜姐妹，受母后所托接你的贴身侍卫。妖妃，你以为你重金买来的那些江湖二流高手能拦得住我？现在人赃并获，看你以后还如何兴风作浪。你回来又如何？你一人还能拦得住我们这么多人不成？是吗？那加上我呢？夏言，50万禁军统领，他和苏宁星是少有的对你忠心耿耿的臣子。给本宫挡住他们，皇帝交给我。说罢，蔡妃双眸一立，整个身子化作残影直扑叶无天。你立马反应过来了，这娘们要鱼死网破了，当即就往苏宁星这个第一高手那边跑，顺手还把桌上的花瓶藏进了袖中。叶无天一边往苏宁星方向跑，一边观察着后方的蔡妃。你在靠近苏宁星时猛然停下，拿出藏在袖中的花瓶，狠狠向蔡妃砸去，把她砸了个头破血流。你不屑一顾，心想就这也敢跟我斗？一旁的2位忠臣也被你的行为震惊到，不过他们很快就反应过来了，一人抓住蔡妃，一人杀向叛军。2个人不愧是数1数2的高手，3下5除2就把这场叛乱平定了下来。报陛下，叛军已全部捉拿，卑职救驾来迟了，望陛下恕罪。平身，爱卿救驾有功，朕会重赏你的。这位禁军统领有些诧异，往常的你对他可没有这么温柔。谢陛下隆恩。蔡妃缓慢挪动到叶无天面前，扑通一声跪下，迅速挤出几滴清泪。陛下，臣妾刚刚是和您闹着玩的，您是臣妾的丈夫，臣妾怎么敢造您的反呢？您快让人放了臣妾好不好？你看着他在你面前不断施展媚术，心中不为所动。众人看你迟迟没有动作，还以为你又心软了。不好，陛下不会又被这妖妃给迷惑了吧？陛下，不要信他，他要杀你啊！此刻所有人都看着你，毕竟你是大魏天子，一切都由你决定。陛下，您难道忘了吗？您答应过会保护臣妾一辈子的。苏宁星拔出长剑砍向蔡妃。贱人，还敢胡言乱语，我这就一剑杀了你！住手！你走到蔡妃面前，用小指勾起蔡妃的脸，
深深地看着这张媚人的脸。陛下，陛下，您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你没有理会他，反手一个耳光，重重扇在蔡妃的脸上，力道之大，把琉璃台上的烛火都熄灭了。蔡妃被扇飞了出去，挣扎地爬起来。叶无天，你以为他们两个能护你一辈子？今日你这样对我，如何向我父亲交代？你冷笑一声，正欲开口，却见苏宁心眼神一凛，长剑直指蔡妃身后梁柱。谁在那里？你只见一道黑影迅速闪过，梁柱上留了一枚带毒的银针，针尖泛着幽蓝的光。夏言立即带人追了出去，不久就带回了这个黑衣人，只可惜他已服毒自尽。叶无天俯身捏住蔡妃的下巴，交代，我堂堂大魏天子，需要给谁交代？此刻的你霸气无比，一早之前的废物模样。听不懂朕的话吗？立刻给我拖下去！是。两个禁军一左一右架住蔡妃，把她往下拖。松开，松开本宫！叶无天，你会后悔的。虽然解决了蔡妃，但是你依旧脸色凝重，因为你知道还有更大的麻烦在后面等着你去解决。夏言领朕圣旨，讯息皇宫叛军，将所有和蔡妃有关的人全部处死。我要的是一个不留，听得懂吗？是，卑职即刻去办。台下众人直接被你的气场震撼地。今天晚上的你跟之前简直判若两人。夏言看了苏宁心一眼，随后迅速带人离去。你深吸了一口气，平复下了今晚的心情，随后看向苏宁心，认真打量了一番。身材高挑，双腿修长，五官精致，孤傲清艳。金怡啊，以前是朕不好，说吧，这次你想要什么奖赏？苏宁心死死盯着你，脸上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。随后，他把那条有鲜血的长剑抵在你的胸间。你是何人？竟敢假扮当今圣上？你看着近在眼前的剑，一阵心惊胆战，只好强装镇定。苏怡，谁敢假扮我啊？你就别吓我了。听到了那个只有你们两个知晓关系的称呼，苏宁心才打消了疑虑。不用了，陛下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若您真的迷途知返，就赶快想想办法解决当下的局面吧。如今大魏真是内忧外患，突厥咄咄逼人，朝内奸臣当道。他语重心长、忧心忡忡的样子，让你一阵疼惜。暗道自己以前太混账了，如果不是你魂穿了，他这样的忠心美人，下场一定很惨。叶无天整理了一下自身的龙袍，认真的看着苏宁心。苏宁心，你还信朕吗？如果信，就去帮朕去做一件事。两世为人的你，还是很自信的。作为燕京大学的高材生，上大学那会，你疯狂沉迷历史权谋类小说，什么帝王心术、王道、霸道，你已经是了如指掌了。区区一个蔡春而已，对你来说不足挂齿。陛下，恕我直言，蔡春权倾朝野，想要扳倒他，谈何容易？想到这几年你贪图玩乐，不思进取，他实在很难相信你。谁能想到你现在体内是一个21世纪的灵魂呢？叶无天嘴角微微一笑。好，既然你不信，那朕就跟你打个赌，如何？赌什么？就赌朕能不能扳倒蔡春，重掌大魏。如果朕赢了，朕要你；如果朕赢了，朕要你嫁给朕，做朕的皇后。你的话像一道惊雷炸在苏宁心内心平静的水面上，他没想到你居然会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。毕竟苏宁心算起来是你的小姨，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她也算从小看着你长大的，嫁给你算怎么一回事？陛下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说，这等玩笑话还是不要开了。前世遇女无数的你，怎么会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个古代极品御姐？当然是究极耍无赖了。于是双手一摊，做出一副摆烂模样。你要是不同意，那就不聊了，我就继续当我的废柴皇帝去。你就知道这招对他果然有用。苏宁心顿时被你气得不行，胸口剧烈起伏，两只大白兔快要跳出来似的，但他还是强忍下来，美眸闪烁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好，我答应陛下。你先是一愣，随后狂喜。你没想到苏宁心居然这么干脆，原本你以为还要在极限拉扯一番。这是你说的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我说画像来算数，但赌约未完成，陛下不可对我行不轨之事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叶无天看了看苏宁心腰间的长剑，缩了缩脖子。嘿，媳妇儿，都听你的。听到你的称呼，饶是苏宁心白皙的额头也满是黑线，一阵无语，强忍下要一剑砍了你的冲动。除此之外，陛下还得答应我3个条件。第一，勤于政务；第二，明辨兼中；第三，练武。苏宁心实在是太漂亮了，如画中仙子，倾国倾城，后世几千年的大明星跟她比起来也是云泥之别。特别是她那身上那股御姐掌教的气质，对你的杀伤力太大了。站在她旁边，你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她。陛下想让我去办何事？你看着她的转变，不禁莞尔一笑，仿佛她已经是你的老婆一样。于是你把脸贴近苏宁心的耳旁，嘴唇上下微动，吹出的热风惹得她浑身一抖，纵势就要拔剑砍你。但听到你说的话，脸色逐渐凝重。好，我立刻去办。你在殿后听着百官议论纷纷，冷笑一声，好戏才刚刚开场呢。随着太监的簇拥，你慢慢坐到了朝堂上方。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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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着这一个个在外有名的大佬，此刻全跪在你面前，此刻别提多少。平身。在你说完这句话后，马上一个留着山羊胡、眼睛细长、头发花白的老人站了出来。你眼睛微眯，盯着他，仿佛要把他看穿一样，脑海里仔细搜索一下，
原来这就是蔡春。陛下，微臣有事要奏。你就知道这老狐狸藏不住狐狸尾巴，跳得真快。不过现在的你也不是好惹的，你不变应万变，你就这么看着他表演。敢问陛下，小女犯了何罪，竟被打入死牢？只见你拿起手中书简，重重拍在桌上，吓得文武百官浑身一抖。大胆蔡春，昨日蔡妃行刺，朕没诛他9族已是天恩。今日你还敢再提，是要我一剑砍了你吗？陛下息怒，您要杀了老臣，恐怕百官无一人会答应。你看着台下战战兢兢的文武百官，此刻全都默不作声。你终于明白了，作为天子，此刻在朝堂上竟没有人可信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相信。你的意思是，朕对你束手无策？你看着台下众人，这时竟有一丝无力感上身。不过你很快就振作回来，毕竟你早有准备，此情此景也在你的预料之内。你不再被蔡春牵着鼻子走，再次发难。蔡丞相是说朕污蔑了蔡妃？老臣惶恐，只是老臣觉得事有蹊跷，需要彻查清楚一番。朱大人、周大人，你们说是不是？你看着他点名的2个人，一个叫朱堂，是刑部尚书；一个叫周初，宗人府少卿，2个都是管理刑法的忠臣，都是这只老狐狸一手提拔的。2个人一唱一和，都在为蔡妃开脱，甚至就连下面的文武百官也纷纷附和。你彻底忍不住了，五指画拳，关节咯咯作响。那诸位爱卿，觉得昨晚的凶手是谁呢？他，还有他。周初指向夏言和苏宁心，听闻此言，你终于憋不住了，直接拍案而起，不断砸着桌案，口水狂飙。你知道这时候再不站出来，唯一忠诚自己的几个人就会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。老东西，你放屁！没有他们，朕昨天就死了。你胆敢污蔑功臣？陛下，微臣不过实话实说，您却脏话连篇，成何体统？此言一出，全场变色，夏言等人暴怒，太放肆了！你也被他彻底惹毛了。你知道现在是自己该立威的时候了。噌的一声，直接冲了出去。文武百官见你满脸杀气，一片惊疑不定，纷纷后退。周初更是没有反应过来。苏宁心试图阻拦，陛下！啪！你一巴掌把周初重重打在地上，他捂着碎牙，满地打滚。整个奉天殿震惊，所有人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。天子当朝打人，数百年来这是头一次，更别说还是生性懦弱的你。陛下，这不合规矩，快住手！蔡春看着被打的周初，他知道你打的是周初，抽的却是他蔡春的耳光。今天你就是要杀鸡儆猴，不管蔡春的阻止。对着倒地的周初，又是几脚踩了下去。你个昏君、暴君！听到周初的话，蔡春、朱堂等权臣全都心里咯噔一声，大喊一声不好。你嘴角微微弯起，好家伙，终于是上钩了，不枉你费尽力气打他一顿。叶无天挽起袖子，怒极反笑。好啊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周初辱骂天子，来人，拖下去，斩了！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间，你直接一顶辱君的帽子盖在周初身上，让这些权臣鹰犬想帮忙都帮不上。蔡春等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周初就已经被气势汹汹的禁军给抓起来了。随后，周初慌乱地看向蔡春，希望他能救自己。丞相，救我！救我！周初是蔡春的亲信，而且身居要职，如果看着他去死，自己的威信也肯定会受到打击。蔡春只好硬着头皮，主动挤出一丝笑容，拱手弯腰向你求情。陛下，周初虽言语失敬，但罪不至死，给老臣一个面子，罢官抄家，放他一条生路吧。面子？你的面子算什么东西？你的话一出，蔡春的脸瞬间一僵，如同吃了屎一样难受，同时满朝文武双眼震怒，下巴都要掉到地上了。你刚刚说了什么？一点面子都不给蔡丞相，还侮辱了一番。无需多言，周初辱朕就是死罪，朕杀他合情合理。好一个合情合理！既然陛下如此说，那么不妨让文武百官来表决。只要有一人说周初该死，那么老夫就不再过问。苏宁心风华绝代的脸庞微微一变，刚刚就可以看出来，这朝堂上全都是蔡春的人，让他们来表决，肯定不会说周初该死的。看你沉默久久不答应，蔡春决定用激将法刺激一下你。陛下贵为天子，九五至尊，没这个胆量吗？听闻此言，苏宁心想要阻止你别中了蔡春的圈套，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你想要的结果。你装作中了蔡春的激将法，快速的答应了他。好，那就依你所言。小皇帝，你还是嫩了点儿。见状，百官齐齐摇头，甚至冷笑，觉得你还是从前那个你，天真没有城府，依旧任人拿捏，被蔡丞相一击就不理智的接受了。那么诸位同僚觉得这周初该不该死啊？蔡春转身环顾群臣，百官集体一颤，纷纷拱手说罪不至死。随着应和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原本的中立派看了看你和蔡春，最终咬咬牙，还是加入了他们。周初的死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和蔡春之间怎么选。陛下如何？突然，一道声音从屏风后传来，我反对。一道声音强硬有力，瞬间出现在金銮大殿上。文武百官齐齐抬头，眼神震惊。这个时候，谁敢跟蔡春唱反调，小命不要了。等几人出来，所有人都张口，原来是郎中令、邱毅、羽林卫将军、张衡、太史令黄平、
这些都是你以前听信谗言，打不打好的对你忠心耿耿的大臣。原来陛下昨天让我去释放他们，是为了这一刻。你看着他们，心里内疚不已。这些都是忠臣，刚刚才从牢里放出来，身上的伤口甚至都还没有愈合，都是原本那个东屋入罪恶主的。现在的你当然不会继续冤枉他们，并且要让他们官复原位。此言一出了，全城尽是炸锅，老子被反了，还要不要自己心光明大去？朕闭嘴！犯了何罪？有证据吗？你的名字被炸了，震慑朝堂，张衡等人瞠目结舌。震惊你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魄力？当初把这些人关进去，完全是你一时兴起，哪有什么罪证？只好齐齐看向蔡春，等待他发号施令。蔡春脸色黑得跟锅底似的，双拳紧握，指甲插进肉里了也没发觉。蔡春意识到了自己是被你下套的，张衡等人被释放而不宣布，等的就是这一刻，只好极力压制自身的怒火。蔡青，怎么样？现在有人反对了，你说周初他该不该死？蔡春拂袖而去。陛下，随你吧，只是希望你别寒了大臣们的心。老夫身体抱恙，先行告退。蔡春原本计划洗白蔡妃，结果被你搞得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你见他离开，也是冷冷一笑，暗骂老东西还敢跟你斗，老子不把你使完出来，算你老小子昨天晚上拉得干净。朕乏了，有事明日再议。退朝。随着官员们陆陆续续离开，被禁军看押的周初是彻底急了，面色苍白，冷汗直流，不断大喊大叫着求救。说白了，他就是这次你和蔡春交锋的牺牲品。突然，离去的大臣中有人趁乱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：“周大人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你是知道的。想想妻儿。”听完，周初面如死灰，砰的一声瘫坐在地上。奉天殿外，官道上，一众大臣簇拥着蔡春，期间议论纷纷，全都是关于你变化怎么这么大，和关于张衡等人被释放出来该如何是好的话题。被你摆了一道的蔡春走得很快，越想越气，忽然停下怒吼：“都给老夫闭嘴！”一众大臣，包括兵部尚书、礼部尚书，全都被吓得瑟瑟发抖，不敢说话。蔡春继续快步往前走，只不过脸色通红，脑海里不断想着今天这2天发生的事，思考着如何对付你。关蔡妃，放诸臣，杀周初！小皇帝这是要对付老夫啊！传我命令，即日起6部停止办公，让他自己处理这个烂摊子。是。奉天殿内，众人还沉浸在你刚刚智斗蔡春的震撼之中，对于这只老狐狸的计谋全然不知。不过就算你知道了，也只会笑着蔡春太过天真。你忽然转身，对着刚刚被释放的张衡几人正色一拜，把他们吓了一大跳。陛下，各位，以前是朕不好，但现在我已经醒悟，你们还愿意辅佐我吗？你简单直白而强有力的话语，让张衡等人震撼无比，继而他们心中五味杂陈。这一刻，所有的不满和间隙全都烟消云散了。天子一拜，可不是谁都能受的。几人跪下，陛下，我等愿意。你将几人扶起后，很快便一同坐到一旁商量情况。张衡掌握7万羽灵卫保卫京城，但城内的金吾卫和城外的双子营都被蔡春亲信掌握。其他人虽有实权，但终究受制于6部，而6部除了户部摇摆不定，其他全是蔡春的人。你轻吐一口气，情况不容乐观啊！陛下，其实大魏现在最大的危机是突厥。关于突厥的情况，你是知道的。他们以莫须有的理由要求送出北阳郡主，还要割让西凉，否则就挥师南下。至于他们为何敢如此大放厥词，还是因为你作死多年，轻视军事，不然他们怎么敢？不过现在的你可是一个勇于抗争、杀伐果断的君王，很快就给他们下了一条诏令，让他们火速去办。第2天清晨，一则消息震惊朝野。报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朝中6部官员有9成告病，无法上朝。刚刚在宫女侍奉下洗完脸的你，听到这个消息，脸色迅速垮了下来。要是9成官员没来上朝，那现在奉天殿还不乱成一锅粥了，还上什么朝？整个6部几乎全部瘫痪，各地递上来的折子全都无人处理。混账！这是他们在报复陛下，还不快去催促他们上朝？阁下，不用去。你猛地叫住小太监，这一番举动，苏宁心一众近身之人傻眼了，他们都急得快火烧眉头了。你怎么还这么淡定？你知道蔡春这样做，无非就是想让你低头求他，殊不知同时这也给了你一个天大的机会。陛下这是何意？于是你开始向他们解释道，蔡春依旧还是看不起你，觉得要是没有他，朝廷就运作不下去了。可是他没有想过，只要你顶住了这次压力，这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收回权力的机会。众人脑中一震，幡然醒悟过来，眼神齐齐一亮。陛下英明，臣就没有想到。你打断了他们的阿谀奉承，将计就计，吩咐他们把所有的奏折全部搬进来。看着几车的奏折，哪怕你心里早有准备，此刻不由得也倒吸一口凉气。乖乖，这是多少啊？还好昨天你早有打算启用门生故旧，已经吩咐过召集起来了。今天就是他们派上用场的时候了，正好检验他们的能力。今日只要表现好，当即封官。你的雷厉风行，大刀阔斧，让大家也都勇敢了起来。正如你所说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与此同时，正在府中跟小妾打扑克的蔡春，可能做梦都想不到，原本一个逼迫施压的机会，竟变成你重掌大权的契机。御书房，混蛋，
这些王八蛋平时就这么办事的。一直从早晨到日落西山，御书房的门就没有开过，时不时能从里面传来你的大骂之声。六部这群废物全是尸位素餐的。同时，你强硬火爆的脾气也让所有人看到了另一个你。终于，所有的奏折都批阅好了，算不上完美，但解燃眉之急够了。这些门生故旧里，一半都比较有才能，特别是一个叫段石的，让你印象深刻。来人，封段石为新任宗人府少卿。你一连串的封官脱口而出，仿佛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，但却给人一种强有力的感觉。杀伐果断，这是他们现在给你的评价。封官结束后，你就让他们都回去了。御书房随即变得空荡荡的，你看着周围，似乎感觉少了什么。你转念一想，是少了美人啊。陛下，我给您选几个贴身侍女，照顾你的生活起居可好？就在这时，一道惊慌的声音打破了你们。报，陛下，宫外来信，北阳郡主不愿和亲，上吊自杀了。夏言跌跌撞撞地闯进来，神色慌张。这道消息如同惊雷，炸响御书房。如果你没有记错，这个北阳郡主是开国大将军赵凯的唯一后代。先不说祖上辉煌，他本人也是京城有名的大家闺秀，更是和你青梅竹马，两人兄妹相称，从小一起长大。关键是赵凯曾经征战过突厥，可以说是他们的死敌。如果你把北阳郡主嫁过去，那么赵家昔日的门生泽袍会恨死你的。速速备车，朕亲自去探望，再带上最好的御医。你双眼喷射出杀气，那些卑躬屈膝、主张送女求和的奴才大臣，都是逼死北阳郡主的刽子手。苏宁心看着这样的你，目光不禁柔和下来。经过这一系列的事，他发现虽然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好色，甚至还更厚颜无耻了，但在关键大事上反而极度智慧，具有帝王之相，这让他逐渐安心下来。开门，有人拜访。一个小兵上去敲了敲门。赵府今夜不见客。开门，是朕来看望北阳郡主了。你话音一落，赵府大门立马就打开了。老管家看到你，顿时吓得浑身一颤，跪倒在地，请求原谅。看来原主嗜杀成性的形象还需要时间去改变。不过你也没有跟他计较，只是说了一句不知者无罪，就准备进门。突然，那老管家仿佛吃错药一样，刚刚还一副怕得要死的样子，现在一咬牙，直接拦在了你的面前。陛下，求求您了，别再逼郡主了。你看着挡在你身前的老管家，包括一众下人纷纷磕头，甚至有几个胆小的丫鬟都哭了出来。见状，夏言等人于心不忍，但也知晓如今的大魏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你也没有生气，只是苦笑着告诉他们，自己不是来逼郡主的。看他们还是不为所动，只好继续解释说，主张和亲的蔡妃已经被你打入大牢，不会再让郡主和亲了，就继续往里走。病榻上躺着一个满脸苍白、容貌绝美、火箭犹怜的女子，她的美属于那种大家闺秀、柔弱玉女的感觉，和苏宁心截然相反。你看着她细腻雪白的脖颈上狰狞的淤青痕迹，不禁感叹，这放在唐代，杨玉环都得退避3分吧？让她去和亲，简直是一种罪过。郡主，陛下来看你了。北阳郡主缓缓虚弱地睁开眼睛。走，你走，我一辈子都不想见到你。北阳现在连生死都不怕了，哪还顾得上什么君臣之别？你对于他的过激反应，心中一阵苦涩。以前你们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如今却闹到了这个地步，只好连忙后退2步，安慰一番，让身后的御医赶快上前，以免郡主落下什么病根。这儿，别怕，朕是来看看你的。听到这2个字，北阳郡主已经锁在墙角的身体不由抑制，美眸闪过一丝追忆。智儿，你还会喊他的小名？你是皇帝，不是我的叶无天哥哥，别喊我智儿。你看着北阳郡主埋头进息间，3000青丝披散，无力又软弱，顿时双眼一红，心中一震，愧疚到极致。你缓缓上前，在众人紧张的目光下，大手抚上了他的后脑勺，轻轻抚摸，他明显颤了一下，而后便要抗拒。你抓住他那柔软的小手，眼神坚定地看着他。我不会送你去和亲的，去他的割地赔款，我绝不买账。如果要打仗，那就打。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朕绝不妥协。北阳郡主泪眼通红地看着叶无天。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朕发誓，如若不然，天打雷劈。所有人都被你的话震惊到了。要知道，这可不是在人人打嘴炮的后事。古人信奉神明，帝王誓言如同铁律，只要发了，那就必须去做。你又安抚了一下北阳郡主，让她好好休养，就退出了赵府，留下了一批御医，让他们好好照顾北阳郡主。你虽然安抚好了北阳郡主，可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。自己要是倒下了，不知道多少人要随之遭殃。深夜，丞相府，这里有着与赵府不同的极尽奢华。门口的2只石狮子更是一个比一个气派，比起皇宫也不遑多让。一群权臣聚集在一起，讨论着你今天召集寒门世子解决朝务危机。有些人明显慌张了，害怕你崛起，到时候清算他们。蔡春那张奸相之脸一点点从黑暗之中露出，虽然没有说话，但阴冷之色已经溢出眉宇。不过提拔几个小官罢了，日后找机会除掉就是。哼，小皇帝现在还有更大的麻烦等着他，不怕他不来求老夫。蔡春指的当然是突厥一事，北阳郡主自杀的消息，他早就收到了。如果你执意送女和亲，割地赔款，到时候必定失去民心，引起各地藩王不满。要是你拒绝和亲，突厥发动战争，不仅劳民伤财，
要是战败了，你更是千古罪人，还是得求他蔡春撑场面。所以不管你如何选择，他蔡春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。哈哈，丞相妙啊！一群大臣哈哈大笑。不过我女儿还在牢里，刺杀失败，难以翻供，这是个难题。闻言，众人一凛。蔡妃可是丞相唯一的亲生女儿，刺杀当今天子失败，已经是死罪了。想要翻供，你肯定不会答应，只能从别的地方入手了。既然皇帝不会放过蔡妃，那如果蔡妃自己从大牢里面逃出来呢？是啊，如果蔡妃逃出来了，那么皇帝就不能用蔡妃来限制丞相了。蔡春阴沉老辣的眸子闪烁，他转头叫来一个黑衣男子。轻轨动用暗棋救出我女儿，一定要小心苏宁心那个贱人。在蔡春吩咐完后，他就摆摆手让其他人都散了，所有人毕恭毕敬一拜，然后缓缓退走，尽显他权倾朝野的身份。老态龙钟、精神闪烁的蔡春望着滚滚黑夜，露出一个自负且奸邪的笑容，而后转身走进了黑暗中。第二天，某学堂，昨天北阳郡主的事情彻底传开了，天下读书人都在骂你没骨气。这皇帝天天正事不干，现在突厥打上门了，就知道求和。是啊，还要送北阳郡主去，她可是赵老将军的女儿啊，去不就是送死吗？如果你拒绝突厥的条件的话，按照大卫现在的国力，根本就打不过突厥啊！一众忠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，根本思索不出什么对策。别着急，真有办法解决。什么办法？众人用期待的目光看着你，在他们印象中，你昨夜从赵府出来就一言不发了，难道是一直在想办法？你并没有直接说，而是让他们说下突厥的情况。突厥汗国的前身是草原12部落，经过多年的争斗，已经变成了3大领土。3年前，3足鼎立的局势，因为突厥可汗阿史那图控制了最重要的水源塞纳湖，再以威逼利诱，才让另外2大王者被迫臣服。他们可不是铁板一块。陛下，但他们现在已经停止内斗，一致对付我们了。你的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。其他2位王者之所以愿意一起对付大卫，就是希望能通过战争获取更多的利益，增大自己的实力，来改变受制于人的格局。至于要郡主和亲，在绝对的利益面前，面子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深知人性的你，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。早在关了蔡妃之后，你就派人去联系了突厥3大王者中与当今可汗不和的左贤王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我们总不能全靠他吧？不是靠他，而是帮他。你知道，想要借他左贤王来阻止这场战事是不可能的。先不说他会不会答应，哪怕同意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那和之前也没有什么不同。你要做的是借兵给他，让他回去和现在的可汗好好争一争，把突厥的水搅浑，这样他们就无暇理会你们了。正好趁这个机会壮大自己的实力，到时候就不是突厥南下，而是你们北上了。陛下英明。轻轨在动用暗棋后，终于找到了蔡妃。此刻他褪去了华丽的宫装，身穿最普通的囚服，戴着镣铐。可即便如此，也无法掩饰他的过人的妩媚、完美的身段。你并没有对他酷刑，只是将他囚禁在此地。但从小娇生惯养的蔡妃，连这也受不了，眼底浮现疯狂之色。为什么现在才来？蔡妃的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。听到他的话，轻轨不由得身体一颤，赶忙解释：皇宫格局大变，皇帝趁机清洗了所有眼线，加强了守卫，属下也是动用了暗棋才得以潜入进来。蔡妃听到皇帝2个字，眸子里立刻闪过一丝怨毒。我暂时不走。蔡妃站了起来，很难想象如此完美的女人却有着一颗蛇蝎心肠。她不甘多年的苦心经营，如今却要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逃出去。她要报复你。皇帝不是喜欢苏宁心吗？苏宁心不是高傲纯洁吗？我非要把苏宁心搞得人尽可夫，以解心头之恨。随后，蔡妃就让轻轨俯身过来，准备发号施令。突然，砰的一声，牢门突然被打开了。你说要报复谁？狗皇帝！刺杀皇帝可是死罪，你怎么会放过蔡妃呢？之所以当时没有直接杀了她，不就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吗？现在正如你所料，大鱼咬钩了。你走到蔡妃的面前，嘲笑她傻得天真。现在人赃并获，是你该向蔡春出招的时候了。你可不像她一样磨磨唧唧，出手就是必杀。蔡妃，你想动朕的女人，今天耶稣也留不住你。你已经不想再听蔡玉辩解什么了，无非就是那些求情的话，再就是咒骂自己了。叶无天直接从身旁侍卫腰间抽出长剑，一剑刺向蔡妃的心脏。只听噗嗤一声，鲜血直流。一旁的苏宁心和夏言双目一震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果断。苏宁心在听到你说我的女人几个字的时候，脸上虽没有什么表情，但她那红透的耳朵早已说明她那不平静的内心。而一旁的轻轨早就浑身抖得不成样子，一股尿骚味传来，他竟然被你吓得尿出来了。把他拖下去砍了，然后扔到丞相府前去。明天我想问问蔡春是不是要造反了。守卫把大喊大叫的轻轨拖了下去。混账！蔡春看着只剩一个头颅的轻轨，青筋暴起，怒发冲冠，如同一头老狮子盯着皇宫的方向，已经处于爆发的边缘。计划失败了，那说明蔡妃也是凶多吉少了。这可是他从小娇生惯养最爱的女儿，早早的就送进皇宫，嫁给原本窝囊废的你。原本只要除掉你那整个大魏，早晚落到他们蔡家手中。如今恐怕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他双手捏拳，那大拇指象征权势的玉扳指被其活生生捏爆。计划有变，小皇帝这是要跟我彻底翻脸，那么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
随后，一辆辆马车从蔡府驶出，然后只见有人把火把扔向蔡府，随后火光冲天，谁都不知道蔡春这老狐狸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。报，陛下，大事不好了！你听着一旁小兵的汇报，眉头紧锁。天黑之后，蔡府突起一场冲天大火。等到禁军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火焰已经无法阻止了。府内400多人口全部被焚烧成了焦炭，无一活口。现场所有人震步，鸦雀无声。蔡春就这么死了，怎么会这么突然？不可能，这是瞒天之计。400多具尸体全部烧成焦炭，这就是金蝉脱壳，蔡府葬身火海。很多线索和罪证也随之灰飞烟灭。你立马下令让张衡带人把蔡府搜个底朝天。你怀疑那蔡府很可能存在暗道，一代奸相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落幕？一定是有阴谋。既然如此，那半月后的祭天大典您还去吗？半个月后就是大魏1年1度的祭天大典了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你都应该带着百官前往终南山祭祀牛羊，以求来年风调雨顺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哪怕你以前那么混蛋，在面对祭天大典的时候，也得恭恭敬敬的。这不仅是规矩，更是心怀敬畏之心。去。当然要去。蔡春无非就是想在这时候发难，朕就在终南山等着他。谁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？敌在暗，你在明，所以你只能尽可能的布置周全。你先派了1000禁军前去打扫终南山，如果有任何异常，立即向你汇报。中途又下了一道密诏给朕，可惜一连过了10几天都没有什么消息传来，一切都那么平静。你知道暗处正在波涛汹涌，酝酿着什么？半个月后，终南山下，报陛下，目前一切正常。突然，一根利剑从你眼前急速飞过，随之而来的还有数不清的喊杀声。蔡春来了！杀！面对敌人，苏宁心死死地护在你身旁。果然，这蔡春和你想的一样，想在这祭天大典搞事情，就是不知道他准备了什么阵仗。现在比的就是你们两个谁准备的更充分了。究竟是谁先行一步呢？蔡春此刻身穿军甲，手持长剑直指你的方向。小皇帝，别躲了，今天你逃不了了。老匹夫，今天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你看着他带来密密麻麻的军队，全是他多年培养的私军，看来他是早有造反之心了。你带来的禁军太少了，恐怕不阻挡不了多久。但是你依旧神色淡定，提防着蔡春后手。僵持了片刻，你看蔡春依旧没有其他动作，确定他已经孤注一掷了。叶无天拿出烟花，向外发出信号，尖锐的声音划破天空。突然，四面山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军队，他们是你从边关调回来的。突厥现在正在内乱，只要速战速决，并不会影响到你。蔡春没想到你的魄力居然这么大。抽调边军，一旦突厥发动战争，你就是千古罪人了。成王败寇，是你输了。在禁军和边军的里应外合之下，哪怕蔡春将所有私军全部带出，也无济于事。惨叫声连绵不绝，很快就只剩蔡春一个孤家寡人了。蔡春看着四周，突然癫狂大笑，颤抖的拿手指着你，连说了3个好字，拔出长剑，自刎。一代奸相就此陨落。看着他的尸体，你回过头来看着那个刚刚一直守护在自己身边的女人。苏怡，还记得我们之前的约定吗？现在知道叫苏怡了，还不改口？叶无天和苏宁心深情对视一眼，紧紧拥抱在一起，随后吻在一起。